不要让别人把他的筹码叠在你的筹码上，不要让别人把他的筹码叠在你的筹码上。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说到马来西亚，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关于大马的优点，我们讲了很多，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翻看我们顺手牵羊频道往期对于大马各系列的介绍视频。大马确实无愧于综合性价比旅居之王的称谓。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世界不论哪里，最文明的地方都会有坏人。当你充满热情地开始考虑旅居大马、办理第二家园，或者准备踏足马来西亚旅游考察时，有些江湖事儿可就值得提前特别了解一下了，以免乘兴而至，败兴而归。有的朋友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今天我们收集了在马旅居多年的朋友们，包括我们全球人团队大马当地咨询顾问 John 踩过的坑，来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马避坑指南之旅行篇，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预警，为大家的大马旅居生活带来更多丝滑的体验。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交通工具就是我们的出行利器。一，除非预算有限，尽量不要坐亚航。亚航 AirAsia 是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著名国际廉价航空，在吉隆坡有自己独立的机场 KLIA2， 人流量非常的大，而且目前还不支持自助通关功能，也就是说，大家要排长队过海关，一是排长队影响心情，二是走人工海关会有一定的被阻拦的风险。若小伙伴们不通英语，被盘问答不上来时，海关人员就会抓住你的这些小细节，选你作为下手对象，你就很有可能被滞留在海关，关你个小黑屋都是很正常的。在10多年前，曾经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尤其是女生。随着近些年来大马各方面的逐步开放，现在这些情况比较少了，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江湖懂套路的朋友，一般都会走自主通道，低的一刷护照就入境了，非常的丝滑。亚航的优势是机票便宜，但是对随身行李重量要求很严格。若是你的行李一不小心超重了，就需要去补买昂贵的托运，费时费事又糟心。实在要买亚航的机票，就一定要提前计算好自己的行李重量，有需要提前买好托运以及机上的餐食。二 ，Grab 出行省钱又省心。走出海关，拉上行李，走到机场外，就有可能碰到有人冲你招呼 "Taxi Taxi"， 要打德式吗？等等之类的，是不是感觉味道熟悉极了？这些车很有可能就是乱喊价了。如果没有朋友接送的话，那么选择 Grab 叫车去目的地绝对会良心很多。下载注册 Grab APP 叫车，跟中国国内打滴滴、欧美打 Uber 一样方便，而且还有中文版。这里要注意的是，机场外通常有个 Grab 接送机的专区，要注意看机场的指示标，顺着指示牌到楼下去等车。此外，若是径直走到出口，通常是私人或者车队接送，不然就有可能又走到那个 Taxi 的区域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坐机场窗口安排的计程车，收费也比较公道，甚至有可能比 Grab 还要便宜。但这也需要到楼下的窗口去工作人员沟通，告诉他你要去哪儿，就会在窗口收费，并且给你指派专车。很多朋友不选择这个方式，多半是因为语言沟通障碍，害怕沟通。其实大马常用语也包括中文，很多服务场所也能提供中文的服务。Oh my god! Wow!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吃饱喝足是旅行顺心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到了大马这个亚洲美食天堂，都会想要尝试一下本地特色。食物喜好也因人而异。我们全球团队结合自身经验，收集整理了以下信息：一、大马人的路边摊妈妈档。在马路边上，你会看到很多的小吃摊，这种摊位的食物非常的便宜，主要是供应一线打工人，卫生状况确实堪忧，有一不小心就窜稀好几天的可能。当然，你正好也想试试，又拥有一个钢铁无敌肠胃，那么建议可以小小的体验一把。二、点果汁饮料，记得说 less sugar， 也就是少糖，否则可能一杯下去，嘴里和心里都要甜蜜蜜好几天。像是大马最经典的饮品Ice Lemon Tea， 那就没得说，都是配好了的，没得选。印度档吃 Roti Canai， 马来餐吃辣死你妈华阳椰浆饭，辣酱可自由选择放，不要被名字吓到了。华人餐食还有新丰肉骨茶、泰式9层塔饭，点心吃菠萝包，
说到咖啡，虽然南洋咖啡那么有名，我还是更推荐美国品牌星巴克或者 Coffee Bean， 毕竟那个甜度还是国际标准的，不会一不小心掉进大马的甜蜜香里。当然，大马的鸳鸯咖啡奶茶 Kopi Teh 还是值得一试的。你一定要去那种很 local 的 Kopi Tiam 里面，是真的很好喝。晚上喝了一定睡不着。温馨提示一下，这里和香港的鸳鸯奶茶还是略有区别的。如果这些都吃不惯 ，OK 啦，没问题的，还可以导航中国的那些有名的餐馆，高端的、平民的都有。从海底捞到兰州拉面、重庆鸡公煲、东北饺子馆，你大概率在大马都能吃到。还可以下载 APP 百家外卖点吃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专门点中国食物的平台，有很多中国味道的餐馆，绝对可以做出地道的地沟油的味道。Just kidding 了。温饱思淫欲，万恶黄赌毒。很多朋友突然来到大马，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挣脱了大数据和电子眼束缚的感觉，一下子就完全放飞自我了，拥抱了无底线的自由。特别是男性朋友们，这里要敲黑板了。关于万恶黄赌毒，毒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一次都不要尝试，也不要靠近那些玩毒的人。关于大保健，那就不展开讨论了。博主在这里也确实没有什么经验，欢迎有经验的朋友们在评论区自行探讨。关于赌，作为一个出生成长在10亿人民9亿马，还有1亿在观察的我，必须展开来说一说。大马云顶可以说是来大马必去的景点之一。站在云顶，仙雾缭绕，景色绝伦。这里有绚丽的购物中心和美食酒吧街，豪华的大型演唱会现场，丰富多彩的游乐场，小孩子们最爱的天空主题乐园等等。当然，还有世界闻名的云天娱乐城，也就是云顶，马来西亚的合法赌场。如果进到这里，可能一个不小心，真的就像赌场的风景一样，云里雾里了。赌场是真正的江湖，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千万不要被人的外表所迷惑。有些人看起来是翩翩君子，又或是良家闺秀，但是骗起人来可丝毫不含糊。有去体验小赌本无伤大雅，但是这里要提供几点我们收集的吐血建议：一，说不沉迷那都是假的，进场之前建议少带点钱，然后告诉自己绝对不梭哈 all in。那有人说赢了再走，那就不来了呗？那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有2个：一，赢了；二，再也不来了。因为这2点99.9%的人都做不到。有不少中国朋友1000下场赢了几次，最后心心念念又来来回回，有的人最后甚至输了好几千万。二，自己玩自己的，输赢都是靠自己，量力而行。重要的事情说2遍，不要让别人把他的筹码叠在你的筹码上，不要让别人把他的筹码叠在你的筹码上，不要搭理那些跟你搭话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对，尤其是中国人以及华人。我们大马当地顾问 John 有一位朋友上云顶碰碰运气，就看到了一个看似气质十足的中国女人主动搭讪，下注时说一起压吧，撞大运气什么的。最后赢了，就直接被另外2个人直接把筹码拿走了，说是他们赢的。而那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美女瞬间变脸，直接说都是我们朋友压输了，你可要注意，他们可不是赌场的托。常常打着热情问候、教你入门的旗号，干着老乡骗老乡、骗得你泪汪汪的事儿。都说什么人不骗什么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的国家，说着和你一样的话，可不一定就是和你穿着一条裤子的人，千万要小心。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也欢迎在留言评论区答疑解惑。3，不要搭理任何跟你套近乎的人，换钱换筹码，去柜台排队就是了。任何找你的，不管任何理由，都直接拒绝好了，不礼貌就不礼貌，一步省事，排雷到位。4，心念一起，想走起身就走，心念要留，那就别留，别给自己找理由再玩一会儿。毕竟赌博赌的就是你那一瞬间的心态，赌的就是心态崩塌后输到连内裤都不剩。5，最后不管输赢，收拾好心情，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好好去下一个景点开心开心吧。云顶半山的神佛像和奢侈品折扣店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不要因一处的得失而影响接下来的行程。去马来西亚云顶，我们要有诗仙李白的心境，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总听到国内有各类博主都说小白出国旅行首选马来西亚，但是俗话说得好，不出没有准备的远门，也不踩已经看见的坑。
以上是我们顺手牵羊频道全球人团队根据自身的经验给大家总结的关于马来西亚旅行的一点小提示。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视频内容对您有用，还麻烦最多花个0.4秒的时间给本视频点个赞，就是我们持续内容创作的根本动力。关于马来西亚旅行、生活、教育、购房等方面还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加入我们会员社群，讨论、学习，和全球人一起填坑，一起走出我们的康庄大道。顺手牵羊，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